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楠。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都特别有感触。大家不妨先在心里默默地对照一下，或者看一看身边的父母、老伴儿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总是觉得年纪大了，气短，上楼喘是应该的，是不是常年有点咳嗽、咳痰，觉得这是老慢支，是抽烟的正常反应？每年开春入冬的时候就犯一犯，习惯了。是不是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总觉得胸口有点闷，像压着块石头，但是呢又说不上来具体哪儿疼？如果您对于以上的任何一点在点头，那么今天的节目请您务必一定要耐心看完，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老了的问题，而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健康警报。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老辈人，自己都把咳、痰、喘当成了衰老的标配。但是今天呢，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大家，这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误解。很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的，甚至危及生命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阻肺，比如老年性哮喘，正是披着年纪大了这件外衣，悄悄地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肺功能。等到真的走不动路、喘不上气、反复住院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肺功能呢也可能已经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损伤。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呼吸科的运松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拨开这层迷雾。运医生，欢迎您。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运医生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给我们讲透彻，到底怎么样来区分是真老了还是生病了？那些不喘、光是咳、夜里胸闷的这些信号，到底在提示什么？有没有自己在家就能够做的简单测试，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肺到底好不好？万一确诊了，那治疗当中的重中之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医生总是强调不能感觉好了就停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够顺畅呼吸，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关键环节。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运医生哈，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老烟民哈，或者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我这是吸烟可老毛病了，或者呢是人老了爬2层楼喘口气很正常。那这些观念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说它是危险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到了要害，这种观念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一种进行性的病理性的器官损伤简单的归咎于自然的生理衰退。我打个比方，我们肺就像一块海绵，年轻的时候有弹性能吸水，自然的衰老能让海绵的这个弹性变差，吸水能力呢逐渐的缓慢下降。而慢阻肺这样的疾病呢，就像一个不断的有酸性物质滴在了这块海绵上，让它不仅失去了弹性，而且内部结构的腐蚀破坏，出现一个个的空洞，还会导致肺气肿，或者是气道黏痰的一个堵塞，或者是管壁的增厚，导致慢性的气管炎症。这种的破坏呢持续的加重，而早期的症状就很伪装，就像咳嗽、咳痰啊这种的气短，让人误以为是老了或者是抽烟的正常反应，而错过这个肺功能还保留比较多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干预保护的黄金时段，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伤。那您刚刚提到了呀，叫做早期干预的黄金时间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间的窗口期大概有多长时间？如果说真的错过了，那后果会是怎么样？这个肺功能呢，它自身的一个代偿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早期的时间窗呢，就在于一个慢阻肺形成的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有这个几十年的蛰伏期。这个肺功能它自己能够代偿很多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因为它有了炎症以后，它自己是能恢复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就是很多人会利用这段生理功能，他认为就是不太注意这件事儿，因为它是有可以恢复的嘛。那恢复了以后呢，他就正常的该去正常日常活动，也不去保护这个肺，所以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最佳的干预期呢，就是刚刚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症状，但日常活动还没有受到较大影响的时候。
一旦进入了一动就喘的阶段，就意味着肺功能已经降低了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做肺的减容手术。如果说之前有过严重的一个比较大的肺结节的朋友，或者说有肺部肿瘤之前得过的朋友都知道，肺可以切掉一部分，甚至切掉一半以后，人都有可能没有很多的一个喘的症状。就说人只需要通过剩下一半的肺，很有可能就是它可以支撑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持续的这种喘憋，然后急性的加重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时候如果不干预，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对肺功能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并且能显著的增加未来发生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死亡风险。有数据显示，这个数据来源于那个国际卫生组织 WHO， 然后呢，我国这个慢阻肺的人数呢约是1个亿。但呢，诊断率和规范的治疗率都非常低，和大家的一个觉得没事儿，就是一个老年化的一个病程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进展是有关系的。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现状其实是很让人担心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具体的区分，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它是病理性的呼吸困难，又或者是一个我们真的是由于生理性的衰老、生理性的衰退而导致的，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就能够去把控的这种红线？有的。除了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呼吸道症状以外，还有就是关键看趋势和对生活的影响。生理性的衰退是一个缓慢的、温和的，可能我今年爬5层楼喘，那明年呢我还可以爬5层楼喘，这个变化是不太大的。那病理性的进行性加重的，比如说去年可以轻松爬3层楼，那今年呢只能爬2层楼，还得去休息一下，或者是以前可以快步走半个小时，现在呢1刻钟以上呢就上气不接下气。另一个呢核心症状呢就是持续性，那如果说咳嗽、咳痰每年持续3个月以上，或者是连续2年以上，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感冒后的咳嗽，一个可以恢复的那种的一个肺部的疾病，是需要提高警惕的。那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持续性加重的这种呼吸困难和每年固定都会犯的这种咳嗽啊、咳痰啊当成是一种常态，它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呢正在发出一种信号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就是除了慢阻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哮喘它就是喘。就是喉咙里面它有一个像拉风箱一样的这种声音那难道还有不喘的这种哮喘吗？有的，就没有这种喘息的，刚才说的拉风箱的哮喘也是有的，尤其是在老年人群体当中，就是典型的带有明显喘息型的哮喘的比例反而它是没有那么高的，更常见的是那种不典型的哮喘，它就像一个变脸大师一样。最常见的2张脸的，第一呢是只咳嗽不喘，医学上叫咳嗽变异性哮喘。那这种症状呢，它可能只有一个干咳，那晚上躺下以后到凌晨的时候咳嗽更厉害，因为它遇到了冷空气、油烟这种刺激性的气体以后，它就会咳嗽不止。这种咳嗽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它只能是就是又受到了刺激。但是呢，其实正常人如果受到刺激以后，它是一过性咳嗽，可能咳嗽2-3声就没有了。那这种刺激源走了，它就应该止咳了。对，是这样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给它一点刺激后，它会持续的咳嗽，它自己都停不下来那种咳嗽，咳嗽变异性哮喘。那第二呢，就是只闷不喘，叫这个胸闷变异性哮喘。那这种情况下呢，是胸口发紧、胸闷，像压了一块石头以上，尤其是在夜里边是比较明显的，但听不到这个哮鸣音。刚才就是前面提到那种有喘息的那种哮喘，就是那个拉风箱是那个哮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发作性哮喘，那相对来讲人数是非常少的，尤其在年轻人里边可能更多见一点，那种是需要紧急救治、气管插管或者是紧急的药物去救治的。但是呢，我们更常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后面这2种。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听不到这种喘息的声音，以为呢这种胸闷呢是心脏的问题，他就会去心内科去看。那查了一圈呢，很有可能就是没有查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却耽误了这个呼吸的这个诊治。对，其实这个和我们日常的这种常识还挺不一样的哈。我们总会觉得，这个哮喘嘛，它至少应该是喘的。如果说不喘，只是胸闷的话，那大概率我们总会觉得往心脏这边去想哈。